上回说到，索隆这边众人联手扳倒了无敌僵尸奥兹，不过仅仅是暂时打倒而已，僵尸根本就打不死，何况是这种级别的特制僵尸。奥兹彻底被惹怒，扬言要狠揍索隆等人。另一边，那位挟持2个路过的小僵尸，通过一些非常规的暴力手段，迫使他们说出了财宝的去向。在争夺财宝的这件事上，娜美从来都无所畏惧。一听佩罗娜那个丫头居然把财宝运输到了桑尼号上，还妄想连同桑尼号一起带着财宝离开，娜美彻底被激怒，独自一人向海岸奔去。来到海岸边，娜美看到那群僵尸正积极地往桑尼号上面搬东西，气不打一处，一声吼喝住众人。佩罗娜看到娜美松了一口气，整个草帽团不是整个恐怖赛克翻上岛上，除了大长鼻子乌索普，佩罗娜根本不怕别人。像娜美这种普通人，来一个放倒一个，来一群就直接团灭，就是这么嚣张。佩罗娜充满挑衅地看着娜美，你想怎么样呢？我就是要把财宝都运走，我就是要用你们的船逃掉，你想阻止我的话，那就来干一架。佩罗娜说着，手中出现了一大群爆炸鬼魂，娜美毫不畏惧，为了夺回财宝和桑尼号，豁出去了。娜美正想办法对付佩罗娜，突然看到佩罗娜的身后出现了一个高高的黑影，那是一个和莫利亚身材差不多魁梧的，长得像熊一样的男人。僵尸们在旁边喊道：“快逃命，佩罗娜大人！”佩罗娜回头一看，惊恐地瞪大眼睛，眼前这个男人别人不认识，他可一点不陌生。有僵尸喊道：“佩罗娜大人，小心！这个家伙刚刚一眨眼就把僵尸兄弟给蒸发了，肯定不是一般人。”佩罗娜瞪大眼睛，惊恐地回道：“他当然不是一般人，这家伙可是王下7武海之一，人称暴君的巴索罗米熊，和莫列大人同一个级别。曾经作为海贼，因残暴而闻名的男人。”此言一出，众僵尸一声声尖叫，娜美也惊了。同一天碰到了2个7武海，这到底是什么狗屎运呀？大雄俯视着佩罗娜，用极其温柔的声音问道：“你是莫利亚的手下吗？”佩罗娜慌忙解释，自己和莫利亚已经没有关系了，现在自己正要逃离这个小岛。大雄沉默了一下，又问道：“如果旅行的话，你想去哪儿呢？”众人惊了，这怎么突然闲聊起来了？这种命悬一线的时刻谈旅行这种轻松的话题不太合适吧？佩罗娜虽然心里感觉不妙，但还是脱口而出，称自己度假的话想去那种黑暗潮湿充满怨念的古堡。大雄听完，打开手中的书，默默翻了几页。佩罗娜回过神来，准备拼死反击。熊这种级别的人物，如果能拿下他的影子献给莫利亚大人，想必也是一个很强的战斗力了。而且自己的消极精灵世间难逢敌手，这样打起来未必会占下风。初生牛犊不怕虎，佩罗娜常年寄居在莫利亚的岛船上，与世隔绝，怎么也想不到世间能克制他这种 bug 能力的人，可不仅仅只有乌索普这种自带大神光环的幸运分子。前面的海域高手多如牛毛。佩罗娜用出自己的终极招式消极精灵群搭配特大号爆炸鬼魂，大雄全然没有反应，平静的翻书。佩罗娜驱动幽灵袭向大雄，电光火石之际，大雄一巴掌拍下来，佩罗娜连同他的幽灵们消失的无影无踪，就这样原地蒸发了。众僵尸愣了半天，反应过来以后还想和大雄叫嚣一下，大雄转了转头，僵尸们就没命的四散逃跑了。大雄将目光看向站在高处的娜美，轻声问道：“你是草帽一会儿的小贼猫吧？听说蒙奇 D 路飞有个哥哥。”娜美完全愣住了，明明双眼死死盯在大雄身上，就那么一瞬间，一帧都不到的瞬间，大雄就瞬移到了自己的身边。娜美吓呆了，这家伙到底什么来头？娜美紧张的回答：“是的，他哥哥叫艾斯。”大雄点点头，那就没错了。娜美也是个人物，面对大雄这种压迫感超强的高手，他并没有惊慌失措，反而冷静的反问道：“你是谁？找路飞有什么事情？有什么目的？”大雄没等娜美问完话，已经消失的无影无踪。娜美再一回头，大雄已经瞬移到了城堡里，要做什么是我的自由。大雄撂下一句让人琢磨不透的话，默默离开。奥兹被索隆等人大头向下撂倒，奥兹愤怒了，大吵大嚷着要狠揍他们。沉默了一下，尴尬的发现头上的2个犄角插在地上，拔不出来了。这一下就让索隆等人逮住了机会，围过去一顿拳脚相加，先狠揍了一顿奥兹。奥兹翻身过来，索隆等人一溜烟的溜了，打完就跑，真是刺激。弗兰奇认为，想打倒奥兹这种特制的僵尸，还是应该用上合体那一招。这一提议得到了乌索普、乔巴的双手赞成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不仅罗宾拒绝加入他们，山治和索隆表示不再做这种无下限的动作，靠人不如靠己。弗兰奇大吼一声，和乔巴、乌索普组成了半个合体机器人，向奥兹奔去。山治，借你一脚！山治笑道：“我当什么事儿呢？只要钱到位，何况是一脚？让去踢世界杯都没问题。看脚！”山治一脚空军飞踢，将弗兰奇3人送上了奥兹的头顶。本以为弗兰奇会有什么秘密武器，结果只是用脚底板狠踩奥兹的头顶而已。这算什么？用这招把奥兹踩秃顶的心理战术吗？山治怒喊：“我真是看错你们了！有这个力气，还不如去踢世界杯！”乌索普自豪地喊道：“你猜对了，就是心理战术。”弗兰奇3人开启了最强嘴遁、大嘲讽之处，站在奥兹的头上，无情地对奥兹进行人身攻击。奥兹的性格和路飞一模一样，
经不起别人的嘲讽，一拳头砸上来。弗兰奇三人趁机开溜，毫不意外，奥兹一记重拳捶在自己的头上，眼看就倒下去了，甚至他们都准备开香槟庆祝了。谁知奥兹脚下一沉，又站稳了。不好搞啊，不好搞！索隆和山治准备硬碰硬，乌索普伸手拦下他们。索隆已经没了耐心，小花招已经够多了，该认真点水时间了。乌索普摇摇头，你们有没有发现这家伙还残留着路飞的记忆？虽然他已经不认识诸位了，但是他的兴趣爱好和路飞一模一样。路飞的弱点就是奥兹的弱点，对付路飞，众人早就轻车熟路，套路运用的明明白白，大家非常默契的四散开来。乌索普先发制人，喊了一声肉，果然奥兹的注意力被吸引过去，根本顾不上战斗。弗兰奇趁机用巨型双截棍狠砸奥兹的膝盖，把奥兹揍得跪倒在地。弗兰奇的战术就是拖住奥兹，等路飞来了收拾他。索达表示这么搞太麻烦了，为什么一定要等路飞回来呢？直接原地干掉这个家伙不就 OK 了？弗兰奇和乌索普大惊失色，这种角色怎么打？攻击对他根本没用，只能净化。索隆拔出秋水，酷酷地说道：“黑刀的特性就是坚硬，好不容易得到这把大快刀21公的宝刀。”正好借此机会试试这把砍龙都不会出现痕迹的秋水。奥兹，我来做你的对手。奥兹低头看了一眼，点头答应，一拳头捶了下来。索隆迅速后撤，挥起秋水展开乱石，接着一招烦恼风打过去。虽然被奥兹躲开了，但是烦恼风穿透塔罗的力量还是让索隆吃了一惊。看了看手中的黑刀，索隆写起了使用后的买家评价。比起血走，秋水要重很多，但是它可以吞噬另外2把刀的力量汇聚在一起，刀锋的威力要大很多。可是刀口上有太多无用的破坏，这大概是自己没有完全驾驭秋水的证明。虽然破坏力很强，但是这把刀可不是一把能轻易使用的刀啊！索隆感叹道：“剑豪龙马可是给了我好东西呢。”奥兹发起进攻，索隆躲开后用刀猛砍奥兹的后脚跟，将奥兹砍翻在地。索隆躲进浓雾里隐藏身形，用刀锋对奥兹偷袭。奥兹反应太快，这种刀锋被奥兹轻松躲开。乌索普在一边大声劝告索隆，千万别乱来。就算他打倒奥兹，回来的也只有路飞自己一个人的影子，你们的影子还不知道在哪里呢，不如干掉莫利亚，所有人的影子一下子都回来了，原地躺赢，何乐而不为呢？根本没有必要为了奥兹这一个僵尸弄伤自己，现在只要相信路飞，拖住奥兹就可以了。索隆拉开架势回应道：“虽然我很相信路飞，但是路飞有不擅长的东西吧？欺骗、透明人、灵体人、影子支配者。这个岛上本来就聚集了很多愚弄人的能力者。我甚至怀疑敌人是否会和路飞正面战斗。如果路飞被骗了，到了早上，不论是他还是我和厨子，我们都因为有阳光而无法正常战斗了。所以在天亮之前，就算是只有路飞一个人，也要让他恢复。”索隆此言一出，得到大家的认可。弗兰奇抬起头看了看天空，距离天亮还有不到30分钟。不过这个岛上遍布浓雾，照样能照射的地方很有限。大家进入战斗状态，不准备再和奥兹玩闹，而是想办法将他彻底打倒。突然，小岛发生强烈的地震。由于奥兹之前无聊胡乱操纵岛上的船轨，导致恐怖三鬼帆船偏离了航向，向错误的方向前进，进入了不知名的海域。海浪使岛船发生了剧烈的颠簸。更恐怖的是，如果岛船不幸驶出魔鬼三角洲，驶出浓雾海域，那么岛上那些没有影子的人们，包括山治、索隆、路飞，都面临着死亡。天空已经从深黑色逐渐转成深蓝色，天边泛起一度白，黎明就要来了。这是岛上的居民最恐慌的时刻。岛上人人恐慌，但是莫利亚却毫不在乎。那些被夺走的影子的家伙死不死和自己一点关系也没有，普通人的影子要多少有多少，大不了去别的海域再绑架一些人就可以了。现在莫利亚有更重要的事情，那就是接待远道而来的暴君熊。莫利亚对暴君熊没什么好印象，因为暴君熊是七武海中唯一一个对政府唯命是从的人，所以他的到来想必没什么好事。大概世界政府又出什么幺蛾子了。暴君熊此次前来，给莫利亚带来一个消息：前任王下七武海克洛克达尔被扳倒，他的接替者已经找到了，就是人称黑胡子的马歇尔蒂蒂奇，四皇白胡子的前任船员。黑胡子的前旋转机为0，可以说是以一个无名之辈的身份上位的。之所以会被世界政府所认可，除了黑胡子展现了自身的硬核实力之外，他还带来了一个世界政府无法拒绝的礼物——白胡子海团二犯队队长路飞的大哥霍权艾斯。莫利亚倒是不关心这些事儿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有人接替克洛克达尔了，七武海再次凑齐了7个人，这也算是好事儿。这样一来，什么世界平衡就可以继续维持下去了。暴君熊否决了莫利亚的话，草帽一伙在斯巴岛的表现让世界政府忧心忡忡。如果草帽团根据技术指针的方向由水之兔前往渔人岛，必然要经过魔鬼三角洲，在这里一定会与莫利亚相会。世界政府的担忧很简单，他们不希望又有一个七武海被干掉。暴君熊出现在此地，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帮助莫利亚阻击草帽团。莫利亚一听就怒了，上前揪住暴君熊的衣领，大吼：“你在教我做事？
我怎么可能会败给那种没有经验、人数又少的新人海贼团？暴君熊平静的回应：世事无常，谁也想不到那个著名杀手罗布路奇也会被干掉。我来只不过是给你提个醒。莫利亚嚣张地说：“回去告诉坐在温室里那些白痴，让他们睡不着觉的草帽一伙已经十分容易的成为了我的僵尸士兵。”莫利亚拉开窗帘，看到站在外面的索隆等人。乌索普眼神好，率先发现了莫利亚。众人随着乌索普指的方向看过去，都吓了一跳。原来莫利亚在奥兹的肚子上开了个洞，把这里当成驾驶舱。看到众人惊慌失措的样子，莫利亚嚣张地说道：“给你们个机会，只要打败我，就能释放所有的影子。你们一起上吧。不过如果不打倒奥兹，是无法把我从这里拖出去的。”本来大家的想法是想打倒莫利亚，莫利亚倒了，奥兹也就会完蛋了。不过现在奥兹和莫利亚相当于绑在一起了，只有打倒奥兹才有机会和莫利亚对战。这样一来，大家也不能迷茫了，目标明确，也没有什么分歧了。乌索普索隆去找来大量的盐，众人合力削弱奥兹。既然少量盐无法净化奥兹，那就等他们干掉奥兹后，用大量的盐来净化就可以了。乌索普领命向城堡的方向跑去，他记得那里有个厨房，应该会有成袋的盐堆积在里面。莫利亚看到乌索普一个人离队，用大拇指想让他猜到乌索普是去搞盐了。他下达命令，让奥兹直接摧毁大桥，截住乌索普。奥兹一拳头抡过去，连同乌索普一起被塞进墙缝里。本来奥兹是个头脑简单的大块头，这一下有莫利亚亲的指挥，可麻烦了。相当于奥兹有了大脑，不是那么好对付。小巴奔向废墟，大声呼唤乌索普。空中传来一声大喝，众人抬头一看，只见库鲁克布鲁克背了一大袋盐，另一只手抱着乌索普从天边飞了过来。乌索普没事，猜到你们需要大量的盐，我已经收集来了。